2025年11月新劇試讀第1期。上個月的古偶密集排播後遺症來了，本周上線的新劇就少之又少，而且排播也發生了一些變動。騰訊這邊原本已基本鎖定檔期的唐嫣的愛情沒有神話，因編劇晴雯的負面輿情臨時改成了4喜。另一邊唐鬼3也被愛奇藝緊鑼密鼓被抬上來，大抵是想挽救自家劇一路向下的頹勢。那我們就簡單聊一下這2部劇吧。第1部《唐朝詭事錄之長安》，11月8日上線，愛奇藝獨播。只要不在人物上犯大錯，成績一定是穩的，口碑也一定不會差。我們先來看看數據，首日市占率 13.4%， 登頂當日霸屏榜榜首，次日升至 18.2%， 播放量破億。首日站內峰值8850，刷新愛奇藝古裝劇首日熱度紀錄，第3日直接破萬，成為2025年愛奇藝第2部破萬劇。這個成績啊，遠超前一波大流量們主導的古裝劇。而且豆瓣開分極快，目前2萬人打分 8.1， 招商也不錯，開局6廣11個品牌，有穩定劇粉就是了不起啊。這一季仍基本維持原班人馬，唯一變化是百山從總導演升為监制，本作導演由長信旗下的具星茂擔任。劇集周6中午上線，目前第一案康國的驚桃已完結，那我們就主要以第一案為依據，簡單聊聊。康國的驚桃一案講的是盧凌風和蘇無名等5人小分隊護送康國向大唐所獻的驚桃重返長安，結果一入長安深似海，陷入波雲詭異的權力鬥爭中。太上皇、長公主、天子3方的權力博弈，潛伏在暗中武士後人、隋朝舊將的蠢蠢欲動，差點讓5人探案小分隊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。故事開端很是驚悚，本來是天子享受驚桃美味的時刻，卻突然畫風一轉，一隻體型碩大的怪鳥直接襲擊而來，眾人根本不是他的對手。緊接着另一隻怪鳥襲來，在和盧凌風交手後，竟然露出了劉17的臉。他不是在以前的丹堂驛單元裡被處死了嗎？懸疑故事就此拉開。太上皇想利用別人奪回皇位，公主想學着自己的母親那樣做女皇，然後將皇位傳給盧凌風。而皇上不僅要保住自己的皇位，還要維護自己的形象，和親人之間展開鬥智鬥勇。與其說是案件，不如說是政治事件，懸疑感本就不強。雖然蘇盧2人確實一路循着線索找到真相，但過程中的權謀博弈佔據太多篇幅，沖淡了推理懸疑方面層層逼近真相的快感。故事設計得很宏偉，但像唐朝詭事錄這樣的單元系列，通常是4、5集一個故事，很難將故事講述清楚，就顯得很是匆忙。當然優點也很多，制作水平依舊在線，劇情緊湊，剪輯和畫面流暢，烏夜鳥的設計和楊旭文的打戲很是驚豔。其實啊，唐鬼能熱播3季，並明顯還有很長的生命力是有原因的，懸疑探案、動作古風、權謀、微恐氛圍、小分隊群像，甚至 CP 等諸多元素一應俱全，量大管飽。尤其內娛單元探案劇太過稀缺，能做到唐鬼這個水平已算突出了。同時作為一個季播劇，唐鬼早就用前2季準確篩選過自己的受眾，只要不在人物上犯大錯，成績一定是穩的，口碑也一定不會差。所以他其實並不需要我再做什麼過多試讀，喜歡前2季的不可能不打開這一季，而前2季嘗試過仍不理解他為何高分熱播的，也沒必要硬着頭皮看這一季。第2部4喜，11月7日央八黃金檔，騰訊獨播。我們上面也提到了，因王家衛和晴雯的錄音事件，騰訊和央八這邊原本已基本鎖定檔期的愛情沒有神話，臨時改成了4喜，結果無宣沒預熱。這部家庭劇用37分鐘收視破 3.1 的狂飆戰績，直接刷新央八收視紀錄。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央八家庭劇。童瑤、蔣欣主演，整個故事的狗血度其實是拉滿的。故事的開端，已孕的童瑤扮演的女主帶着已領證的老公傅辛博回家見父母，岳父母向女婿坦言女兒是收養的，但從小就是家裡的掌上明珠。傅辛博的富豪父母則死活看不起開飯店的童瑤養父母，非要婚禮各辦各的。雙方不歡而散後，傅辛博未表明態度，就住在了童瑤家。而姐姐蔣欣這邊，100歲外婆在彌留之際告知蔣欣父母，當初蔣欣下面的一對龍鳳胎弟妹裡的女孩被她悄悄送人了，因為當時蔣欣爸爸跟人打架被劳改，
外婆怕3個孩子養不活，重男輕女的她就送走了女孩，這下整個家炸開了鍋。蔣姓父母哭着喊着要把女兒找回來，身世已經很狗血了，接下來的境遇更狗血。劇本把付辛博這個老公形象塑造得完美無瑕，面面俱到，無懈可擊，好到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要馬上死掉的那種。果然第4集準時下線。付辛博的車被黃明昊這個小舅子偷開走出去胡鬧，碰巧被付辛博媽媽看見，就把車收回去了。於是付辛博只能騎自行車去陪老婆產檢，騎到半路遇到有人溺水，就見義勇為，結果救人後身亡。一個集齊了親生父母突然找上門，準備迎接新生命，老公突然見義勇為犧牲，富豪公婆狗眼看人低，後面應該還包括富豪公公猝死，婆家突然破產等諸多狗血元素的家庭情感劇，沒理由不在央八熱播啊。但如此狗血的故事，主創們很厲害，將劇集拍得很落地，很有生活气息。比如同樣是富豪男方家庭看不上平民女方家庭，四喜中飯桌上商討結婚這場戲，雖然最後也鬧得雞飛狗跳，但每個角色的台詞更落地，更生活化，也更可信一些，而不是像承歡記同樣一整场大多數角色都頂着鮮明標籤，做抖音小劇場那種典型發言。另一邊，蔣欣和馬旭東的家庭戲份也很吸引人，氛圍非常溫馨輕快，真的很像身邊活得踏踏實實又積極向上的小家庭。總之，這個劇雖然故事本身狗血度拉滿，但廚師手藝還成，所以不至於太鹹太甜。不過我覺得是優點的部分未必立成績，畢竟下沉市場越狗血越不加克制，才越受歡迎。好啦，那你看了这2部了嗎？又感覺如何？評論區聊聊吧。這裡是 When Weekly， 我們下次見。